第56章心理炼金会的线索。皇后区郊外，一处占地宽广但没有观众的赛马场内，奥黛丽·霍尔牵着一匹枣红色的小母马，故意凑到角落，假装和格莱林特子爵商量事情。她穿着白色的长裤和及膝的黑靴，上半身则是装饰简单的女士衬衣配收腰的黑色夹克式骑手服，再加上同色调的保护头盔，整个人显得异常飒爽，有不同于往常的美丽。而金毛大狗苏茜则乖巧地蹲在他的脚边，似乎背着一个皮质小包。伪装成格莱林特子爵侍从的修艳羡地瞄了眼奥黛丽又长又直的双腿，不自觉点了下脚尖。单纯的马术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与狩猎结合在一起，它才具有生命力。当然，我是指男性的马术。美丽的小姐骑着马，不管做什么都是一道风景。格莱林特打量了奥黛丽一眼，半是感慨，半是开玩笑地说道。奥黛丽回忆浅笑道，距离下一次狩猎还有好几个月，每年的6月到新年，鲁恩王国的贵族们会按照传统前来贝克兰德参加各种宴会、舞会和沙龙，这是对他们非常重要的活动。很多事情都将在这几个月内敲定，随着一年又一年的过去，这种传统逐渐有了固定的名称，叫做贝克兰德社交季。而新年之后，土地贵族们将陆续返回封地，返回属于自身的豪邸古堡、乡村庄园、大众之园，度过悠闲美好的时光。这样的时光里，最受欢迎的游戏就是狩猎。贵族们会邀请身份相当的客人，共同享受骑马奔跑和追逐猎物的乐趣。只要财政状况允许，他们总是不吝啬购买猎犬。猎犬里面最著名的则是猎狐犬。我已经很想念那样的生活。贝克兰德是个让人感觉拘束的地方，它的空气更是无法言喻的糟糕。当然，它的繁华，它的奢靡依旧让我喜爱。格莱林特子爵戴上手套，往后退了一步，方便奥黛丽和休·福尔斯交谈。尊敬的奥黛丽小姐，你这次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情？休收回目光，主动问道。他最近的大笔收入都来自于奥黛丽，对方诚实守信，慷慨大方，是少见的好雇主。我似乎又闻到了钞票的油墨香味。希望不是太困难的任务。奥黛丽小姐什么都完美，只有一点不好，每次的任务都让人意外，非常危险。休又是期待又是忐忑的想着，忍不住侧头望了福尔斯一眼，发现伪装成侍女的同伴正好看向自己，而双方眸子里映照出的表情是如此相像。奥黛丽拿着手套，矜持而优雅的笑道。这次是一个简单的委托，说话的同时，他用目光示意休和福尔斯去打开苏茜身上的皮质小包。一直以行动力强著称的休当即上前2步，弯腰探手。这短暂的过程里，他原本想抚摸下苏茜的脑袋，以表现自身的善意，结果右掌刚刚伸出，苏茜已经扭过了脑袋，半转了身体，将那个皮质小包送到了他的面前。我平时很受动物欢迎的，比如蚊子。休维持着表情不变，扯动拉链，从皮质小包里取出了一叠纸张。他站直身体，摊开一看，发现上面描绘的是个面容普通的年轻男子，但那整齐厚梳的头发、圆圆的眼睛、噙着嘲讽笑意的棕眸，都让他觉得异常眼熟。我肯定在哪里见过。休目光下移，看见了相应的文字描述。曾用名拉尔乌斯，被通缉的诈骗犯，我知道在哪里见过他了。休顿时醒悟，险些做出拍额头的不雅动作。在认识奥黛丽之前，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翻看报纸，研究通缉令，借助在东区在不少黑帮内的关系，寻找那些价值不菲的罪犯。我曾经想过找这个拉尔乌斯，他的赏金有100磅，而且他卷走了超过1万磅的现金。不过之后忙碌着奥黛丽小姐的委托，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休和福尔斯对视一眼后，坦率的开口道，委托的金额有多少？委托的金额？奥黛丽怔了一下，她完全忘记了要支付报酬的事情，因为在她看来，这是愚者先生的考察，考察哪有反倒给对方钱的？100磅。奥黛丽斟酌着给出了一个数字。成交。休和福尔斯同时回应道，如果能抓住莱尔乌斯，不仅可以拿到奥黛丽小姐的100磅报酬，还能领取同样数额的悬赏，真是一个不错的任务。休眼睛发亮的随口问道，你为什么要找这个诈骗犯？他欺骗了你的金钱。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果然是简单的委托，100磅就成交了。这件事情没必要再和愚者先生说。才100磅。奥黛丽带着礼貌的笑容，忽视了休的问题，转而提及，
我收到消息，他就在贝克兰德。啊，对，这里有10几张肖像画，不同的肖像画。我考虑到莱尔乌斯肯定会做伪装，所以分别给了他没戴眼镜、蓄了胡须、改变了发型的画像。猜想的画像我同样很擅长素描和油画。奥黛丽微扬了下巴，休顿时忘记了刚才的疑惑，惊喜地说道：“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他似乎已经看见那200磅的赏金在向他招手。之前在 A 先生聚会里认识的那个神秘人士，一直还没有和他建立联系，他只能继续自身的攒钱大业。奥黛丽微不可见地点头，沉吟道：“心理炼金会的事情有线索了吗？”福尔斯理了下自己的长卷发，望了旁听的格莱林特子爵一眼道：“我最近加入了一个新的非凡者聚会，据说里面曾经出现过观众和读心者的魔药配方。我怀疑那个聚会的成员中有心理炼金会的人，等到下次再有聚会，我会提出申请，带你一起去。”好的，奥黛丽故意没掩饰自己的欣喜，她刚才从休和福尔斯的气场颜色、肢体动作、细微表情读出了他们真实的心理状态，从而判断他们对任务热忱，在心理炼金会的事情上也没有撒谎。格莱林特子爵则嘟囔道：“奥黛丽的事情快要成功了，我的药师配方呢？这真的暂时没有线索，药师途径更多的在南方，在费内波特王国。”福尔斯做了个深表遗憾的手势。好吧，我还年轻，我才20岁出头，我还有时间等待。格莱林特幽默的回了一句：“好了，感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下次见。”奥黛丽优雅的行了一礼，戴好手套，翻身上马，沿着跑道前行。苏茜欢快的跟在后面，似乎找到了玩耍的方式。因为熬夜做实验，克莱恩睡醒的时候已经是周二上午的9点34分。他叼了块涂着奶油的面包，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匆匆忙忙走出了大门，并在铃铛拉绳旁边悬挂的留言簿上写道：“主人外出，下午5点后回来。”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做，纯粹是为了防备米勒卡特那位老先生突然来访。对方要是发现用足足50磅聘请的侦探没有忙碌着寻找资料、组织人手、确认建筑布局，而是悠闲的在家里喝茶、看报纸、看小说，肯定会撤销委托，不再支付40磅的尾款。我真的没什么好做的，就等着正义小姐的资料。克莱恩站在街道口，望着半空的阴霾，无奈的于心里自语了一句。他昨晚已经想好今天该去哪里打发时间。上午到克拉格俱乐部练枪、看报纸，顺便蹭顿免费的午餐，下午小睡一会，通过壁球等运动锻炼身体，等到勇敢者酒吧开门，再乘车过去，看能否从卡斯帕斯那里知道更多的非凡者聚会。克莱恩没打算找马里奇，虽然对方肯定有不止一个的非凡者圈子，但他怕保镖小姐也属于那些圈子，这不方便他贩卖魔药配方，这会引起高度怀疑的。真实造物主既然给了你占卜的能力和强壮的身体，难道还会赐予你自身用不上的魔药配方？想想就不可能。克莱恩脑补了一下，登上了去希尔斯顿区的公共马车。大半个小时之后，他进入了克拉格俱乐部，看见了一位熟人，那是推荐他加入俱乐部的马术教师塔利姆·杜蒙特，玛丽盖尔的好友。穿着黑色哪吒大衣，有一头棕色短卷发的塔利姆迎了过来，上下审视起克莱恩，笑意古怪的说道：“上午好，玛丽和多拉古正在协议离婚，这是怀疑我加入俱乐部的目的。”克莱恩依靠小丑的能力，轻松做出了惊讶的表情。是吗？这真让人意外啊！塔利姆狐疑的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忽然笑道：“我有位朋友最近正在为一件事情烦恼，我想知道你的枪法和格斗水准怎么样，一个委托。”只问枪法和格斗，没提推理，这是涉及暴力的委托啊！克莱恩笑笑道：“我正好打算去靶场练枪，你可以跟着看一看，但格斗是需要对手才能看出水准的，我学过格斗。”塔利姆跃跃欲试的回答。第57章，记者。砰砰砰！克莱恩单手持握从克拉格俱乐部租来的左轮，连续扣动扳机，准确的命中靶子，最差也在8环以上。经过许多发子弹的喂养，再加上成为小丑后对身体有超越普通人的控制能力，他的枪法已算得上相当不错。继续这么练上几个月，我都可以被称为神枪手了。克莱恩满意的打开转轮，抖出弹壳，在叮叮当当的落地声里侧头望向塔利姆·杜蒙特，微笑问道：“还满意吗？”非常好。马术教师塔利姆已脱掉了黑色那只外套和浅灰色毛衣，摆出拳击的架势道：“
来吧，让我认识一下你的格斗水准。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从小就接受见习骑士的训练，之后一直没有荒废身为非凡者。要是连一个只接受过训练的普通男士都打不过，那我就不做人了。克莱恩吐槽了一句，没脱双排扣长礼服，放好左轮，侧走2步，对塔利姆做了个可以开始的手势。他本想勾勾手指，渲染点气氛，可一想到对方的实力，又懒得浪费精神了。塔利姆对此颇有点兴奋，原地小跳了几下，猛地快步向前，打出一记右侧的摆拳。克莱恩左手一挡一抓，顺势矮身转腰，探出右掌，流畅的来了个背摔。扑通，塔利姆飞了出去，背部着地。克莱恩最后没有发力，只是以惯性将对方甩离身体。厉害！塔利姆迅速站起，竖了下拇指，不愧是知名大侦探，你的枪法和格斗都非常出色，只是打败了你这么个弱鸡而已。你从哪里看出我格斗水准很高的？克莱恩腹诽一句，含笑问道，既然已经了解，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朋友想做什么委托了吗？呵呵，他等下就到俱乐部，你们自己聊。塔利姆反手揉了揉背侧，具体是什么委托，我也不知道。对了，他是个记者，每日观察报的新闻记者麦克约瑟夫，大概是希望得到短期的保护。好的，克莱恩不再多问，继续练枪，但不只是左轮，还包括猎枪、单发步枪、连发步枪，务求将来遇到状况时，周围有什么枪械都可以飞快上手。接近12点的时候，他回到1楼，进入自助餐厅，拿了一份烤鸡和1块钱的牛小排，以及俱乐部今天限量供应的奶油芝士焗龙虾。放好这些东西，克莱恩又取来费内波特海鲜饭、水果沙拉、牡蛎清汤和侯爵红茶。面对这丰盛的午餐，他忍不住吞了口唾沫，在心里赞美了句女神。如果在外面吃，这一顿恐怕得花3苏勒。克莱恩交替使用着银质的刀叉和勺子，吃得非常满足。他差不多解决掉桌上的食物时，塔利姆·杜蒙特领着未穿厚重大衣、戴半高礼帽的男子走了过来。莫里亚蒂侦探，这就是我说的那位朋友，麦克约瑟夫。麦克，这位是知名大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塔利姆微笑为双方做着介绍。很高兴认识你。麦克取下帽子，行了一礼。他外表年龄接近30，眉毛较为稀疏，皮肤相当粗糙，毛孔异常明显。不过他的五官还算不错，蔚蓝的眼睛尤其迷人，再加上2撇漂亮的小胡子，很有几分成熟的韵味。克莱恩忍不住摸了下自己嘴唇周围变浓变多的胡茬，起身请对方坐下，并微笑说道，今天的奶油芝士焗龙虾还不错，你们可以试一试。好的，麦克约瑟夫也不推辞，拿着餐盘绕了一圈，取了很多食物。他急着过来，还没吃午餐。塔利姆笑着替朋友解释了一句，并将一叠报纸放到了餐桌上。看得出来，克莱恩割好刀叉，用餐巾擦了擦嘴巴，悠闲地喝起了红茶。刚才这一顿，他吃得非常满足。这时，麦克约瑟夫端着2盘食物走了回来，飞快吃了几口，垫了垫胃，然后抬头望向克莱恩。莫里亚蒂侦探，你有听说最近的连环杀人案吗？取走内脏的。克莱恩心中一动，简略反问。旁边的塔利姆点了下头，感慨道，果然，每一位侦探都在关注这起连环杀人案。麦克则翻出其中一份报纸，推给了克莱恩。这是最新的报道。克莱恩接过一看，发现正是麦克供职的每日观察报。他们在头版头条写道：11，又一位女士遇害，西维拉斯场束手无策。贝克兰德警察厅的总部在皇后区边缘的西维拉斯街，所以他们又被昵称为西维拉斯场。11，第11起案子了。克莱恩忍住皱眉的冲动，疑惑的往下阅读，发现果然和自己遇到的那起一样，目标为女性，都穿着艳丽长裙，并被剖腹取走了内脏。这是有明显的崇拜恶魔痕迹的案子，西维拉斯场肯定已经转交给了职业者、代法者或者机械之星小队，他们要占卜有占卜，要通灵有通灵，还具备各种奇特的有效的非凡手段。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破案，没有抓到罪犯？那家伙有丰富的反侦查能力，破坏了死者的灵魂，或者说死者灵魂连同内脏一块被带走了，属于恶魔仪式的需要。他肯定可以干扰占卜。也是，恶魔途径的非凡者要是没类似的能力，哪敢连环杀人？克莱恩若有所思地对麦克约瑟夫道。
你想做私人的调查？很抱歉，我不能接受，没有警方的邀请，我不能接受，我得维持和他们的良好关系。所谓的良好关系，就是请我去警察局喝茶的关系。克莱恩自我吐槽了一句，他拒绝的真正原因是，掺和进这起连环杀人案的调查很容易碰到官方的非凡者，其中也许就有女神教会贝克兰德教区的职业者们。不是调查，不，准确的描述是，并非寻找凶手的调查，我只是想完成我的报道。麦克约瑟夫吞咽完虾肉，解释了一句。报道。克莱恩放下白色釉瓷茶杯，双手交握，姿态悠闲地问道。麦克约瑟夫道，如果你明天或者后天购买每日观察报，将看到我对这起连环杀人案做的深度报道，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揭示遇害者们的共同点，提醒相似的人群注意。有什么共同点？克莱恩好奇问道。麦克喝了口咖啡道，除了女性和穿色彩艳丽的长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我对受害者的职业做了深入的调查，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有的是女仆，有的是纺织女工，有的是裁缝，有的是女教师，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重合的地方，但实际上他们都曾经做过站街女郎。女教师？克莱恩略显愕然的反问。在鲁恩王国，教师属于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待遇最低也有周薪2磅，足以让一位女士过得还算不错，她完全没必要去做站街女郎。麦克动了下嘴角，叹息道，是曾经，他们在找到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前，也许都有着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之前做过一个调查，在贝克兰德，15到55岁的女性里面，有1/6的人正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站街女郎。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所有外国人来到这里都会感觉诧异，一个很保守的国家，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竟然到处都是站街女郎。注意，这数据有点夸张啊！如果是真的，只能说现实比小说更夸张。这该死的世道！克莱恩一阵啧舌，想了想，故意说道：一个问题是，凶手怎么知道被害者曾经做过站街女郎？他们身上又没有贴着标签，你也需要深度调查才能发现。不愧是大侦探，这或许就是线索。麦克约瑟夫并不意外的回答。不，如果是恶魔途径的非凡者，那他挑选的标准也许就是看起来堕落过但又没完全堕落的类型，而他们对堕落应该有着敏锐的直觉，说不定可以直接看到相应的深入的颜色，再加上色彩艳丽的长裙这个触发点，目标基本就被锁定了。克莱恩在心里自己回答了自己，转而问道，那么你还想调查什么？麦克点了点头道，这11起案子里有10位女士曾经做过站街女郎，但有1位不是，她现在还是妓女。就是年龄最小，只有16岁的西贝尔，这显得很奇怪，很奇怪。我想去金玫瑰，也就是他工作的那个地方做深入的调查，看能否发现点什么。我担心询问会惹恼那里的人，所以打算请你短暂保护我。你不需要教训他们，只用在最关键的时刻保护我逃走。如果什么都没发生，我给你1磅的报酬，要是有了打斗，那就提升到5磅。你的意见是什么？克莱恩笑笑道，我去洗个手再答复你。他礼貌欠身，慢悠悠前往盥洗室，然后抛出硬币，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注意，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关于伦敦的统计。第58章，金玫瑰，乔伍德区，希望路19号。这里靠近穿过贝克兰德的塔索克河，行人能透过房屋间的缝隙看见略显浑浊却异常宽阔的水面。每日观察报的记者麦克约瑟夫走下马车，指着前方那栋足有3层的灰蓝色建筑，对身旁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戴半高丝绸礼帽和金边眼镜的克莱恩道，那就是金玫瑰，乔伍德区加贝克兰德桥区域最好的合法妓院，每天下午3点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乔伍德区和贝克兰德桥区域最好的合法妓院，也就是说，这2个区有比它更好但不合法的。克莱恩无声咕哝了一句，瞄到那栋建筑的门口镶有一朵金色的玫瑰，没挂所谓的招牌，这种应该不算站街女郎吧？他随口回应了一句。当然，档次更高。麦克轻车熟路的领着克莱恩走到那栋建筑前方，推门而入。刚一进去，克莱恩就闻到了略显刺鼻的混杂香味，听见了舒缓但暧昧的旋律。他本能的环顾一圈，发现入口两侧和大厅各个角落都站有穿黑色外套、戴半高礼帽的打手。作为一个合法经营的地方，这些显然都是用来对付醉鬼和莽汉的。
金色的大厅四周摆放着各种沙发和椅子，甚至还有一台钢琴，中央则围出了跳舞的地方。此时，发色或金或棕或淡黄或黑色，衣裙或繁复或简单或艳丽的一位位女士就坐在不同的地方，她们有的成熟风韵，有的羞涩稚嫩，有的青春动人，有的相当美貌。这些女士或托腮欣赏着旋律，或彼此嬉笑着说话，或安静地翻看报纸杂志，或陪伴男子翩翩起舞。因为才下午3点半，顾客并不多，只有那么寥寥几位，一眼望去，这里更像正规的舞会，而不是妓院内部场景。如果在晚上8点后来，你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表演，呵呵，如果有看中哪位女士，就过去邀请她跳舞，在优美的旋律里询问她的价钱，要是双方能够达成一致，你们就可以去2楼或3楼的某个房间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嘿，只要舍得花钱，你可以在这里睡整整1晚。麦克左右侧了下脑袋，突然不见了之前的沉稳和绅士，变得略显轻浮。他笑着走入大厅，向一位年龄不大，最多15、16岁的青涩女孩靠拢。这是现出本性，还是专业的表演？克莱恩看得颇有点瞠目结舌，下意识地跟随在麦克约瑟夫的身后。遇害者西贝尔只有16岁，理论上来说，年龄相仿的女孩和他更有可能是朋友，知道的更多。这时，麦克压低嗓音解释了一句，他旋即挑了下略显稀疏的眉毛，恢复正常的音量道：“你看中了哪位女士？”“我只是你的保镖。”克莱恩按照正常的逻辑回应。麦克微不可见点头，忽然笑道：“我做那种事情的时候，不习惯有人旁观，我会守在门外的。”克莱恩明白了麦克的意思，摆出严谨而专业的姿态。麦克不再多说，来到那位青涩女孩的面前，弯腰伸手邀请跳舞。在这个年纪就成为了妓女，贝克兰德真是又光鲜又肮脏。嘿，既然有位气质很不错的中老年绅士光顾这里，他两鬓都花白了啊！克莱恩垂下双手，站得笔挺，目视着麦克和那个青涩女孩用缓慢的舞步徜徉于中间。过了几分钟，麦克走了回来，略显懊恼地对克莱恩道：“太贵了。”当两人靠近后，他又低声补了一句：“那个女孩认识西贝尔，但这里的老板洛佩兹女士禁止他们和别人交流这件事情，否则将遭受严厉的惩罚。神啊！”提到惩罚的时候，那个可怜的女孩甚至本能的发抖。我可以想象那有多么恐怖。克莱恩同情却没有办法的叹了口气，压着嗓音反问道：“所以你打算怎么做？”“我不想为那些女孩招惹来不幸，我打算直接去找洛佩兹女士。”麦克拍了下克莱恩的肩膀道：“保护好我。”克莱恩侧过身体，郑重叮嘱了一句：“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你必须听我的，明白吗？”“听我的。”“好的，好的。”麦克将双手举到肩膀位置，频频点头。说话间，他向着角落位置的单人沙发走去，那里坐着位容貌妩媚、衣裙艳丽、化着浓妆的女士。如果你不想在跳舞之后选择放弃，在那些女孩面前丢脸，我建议你先找洛佩兹女士谈一谈，弄清楚不同女孩的价格。麦克抬高了声音。那位女士听到两人的交流，侧头望了过来，并缓缓起身，堆出笑容：“下午好，两位先生，我就是洛佩兹，你们有看中的女孩吗？”有。麦克忽然上下打量起对方，轻笑一声道：“我很欣赏你，我也很欣赏你，在这种地方表现的就像回家一样。”克莱恩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洛佩兹的表情呆滞了1秒，旋即假笑道：“对不起，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知道，女性每个月都有不舒服的时候。”见没办法将洛佩兹拐到房间交流，麦克沉默几秒，突然变得正经：“洛佩兹女士，我是一名记者，我想向你了解西贝尔的事情。”“这是我的证件。”洛佩兹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不耐烦地回答道：“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警察了，你应该去找他们。西贝尔是个流浪的孤儿，被我收养。那天晚上，他接受了一位客人的邀请，去对方的家里过夜，死在清晨回来的途中。好了，请你们离开吧，或者去邀请女士跳舞。”说话间，洛佩兹挥手让旁边的2位打手过来。克莱恩跨了一步，挡在麦克约瑟夫的身前，护着他向大厅返回。那2名打手见状，没鲁莽的直接驱赶。走了几步，克莱恩压低嗓音道：“他在撒谎。”“笨。”麦克愕然侧头，他说话的时候视线很游移，不敢直视你，但又会悄悄地打量你，这说明他在撒谎并观察你的反应。另外，他的站姿是有非常高防备性的那种。
并且显得很焦躁。克莱恩诚然地给出了分析。麦克张了张嘴巴，过了几秒才感叹道：“你果然是位大侦探，只有同时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杰出的推理能力，才能发现这些有用的细节。这只是因为我开了灵视，观察到洛佩兹情绪颜色的不对劲，其他都是事后找的理由。”克莱恩笑笑道：“谢谢你的夸奖，我们该走了。”麦克约瑟夫回头望向洛佩兹，发现他正走向大厅的侧门，似乎要去属于自己的休息室，而那扇侧门属于角落的角落，附近非常冷清，在大厅很多位置都看不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他的外面同样守着2位打手。也许我们该跟着洛佩兹女士，观察她事后的反应，也许刚才的焦虑会让她做些什么。麦克忽然侧头看着克莱恩道：“你能很快解决那2个打手吗？”“先生，我只负责保护你，而且这是违法的。”克莱恩微笑回应道：“我加钱，按照有打斗算，总共5磅。如果我们逃离的时候还有打斗，就10磅。”麦克约瑟夫咬了咬牙齿道：“成交。”克莱恩主动伸手与对方握了握，接着2人绕了个圈子，避开之前那2位打手，悄然来到侧门附近。“客人止步，请离开这里。”其中一位打手上前一步，拦住了克莱恩和麦克约瑟夫。“对不起，我们立刻。”克莱恩很礼貌的弯腰道歉。就在这时，他的右拳突兀的打了出去，重重击在眼前打手的腹部。那名打手本能的捂住小腹，身体弯成了弓形，而重新站直的克莱恩则竖起左掌，顺势劈在了对方的脑后。啪！那名打手直接倒地，晕厥了过去。而他的同伴明显未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呆愣愣的看着，没来得及做出有效反应。克莱恩当即一个滑步过去，伸右掌捂嘴巴，出左拳击腹部。砰！那名打手猛然弯腰，吐出了还未消化的食物，而克莱恩及时抽回了右手，数掌下劈。与此同时，他的左手扶住了对方，让那名打手缓缓倒地，没发出扑通的声音。彼此对视一眼后，克莱恩拧动把手，推开侧门，闪了进去。麦克约瑟夫则埋下身体，快步跟随。“你为什么这么熟练？你只是个记者啊！”克莱恩腹诽之中，脚步轻但频率快的前行在铺着地板的走廊上。忽然，他们听到了洛佩兹的声音：“告诉卡平，最近不要送人过来。”“卡平，送人？”克莱恩看向身侧的麦克，发现他同样很疑惑。这个时候，他们又听见了洛佩兹往走廊过来的脚步声。“走！”克莱恩拉了把麦克，头也不回的奔向入口，跑了出去。这个过程里，他关上了侧门，顺手弄坏了锁，让里面的人一时半会出不来。接着，2人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快步穿过大厅，靠近出口，在隐隐约约的愤怒声音里扬长而去。来到外面的街道，麦克松了口气，由衷的赞叹道：“我经历过不少类似的场景，但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一样简单和轻松。感谢你，我得回去了解卡平是谁了。”说话的同时，他掏出钱包，取了张5磅的钞票，嘟囔道：“但坦白的讲，你的价格真的很贵，这相当于我大半周的薪水了，但你可以报销，不是吗？”克莱恩嘴角上翘的回应，旋即有些担心的问道：“你不害怕洛佩兹根据你的证件找到你的报社，报警抓你？”“那是假的证件。”麦克约瑟夫熟忍地摊了下手。克莱恩只能深表佩服。目送麦克上车离开后，他走向斜对面，等待公共马车，并密切注意有没有人追出来。就在这时，一辆出租马车缓慢的行驶过来，停在了他的身前。一位穿黑色大衣的中老年男性走出车厢，对克莱恩点了下头。他蓝眸瘦脸，两鬓斑白，正是克莱恩在金玫瑰里看见的那位老绅士。他不是金玫瑰的顾客，和我们一样。克莱恩突然闪过了这么一个明悟。“你好，我是协助警察部门处理这起案件的侦探艾辛格斯坦顿，我们能聊一聊吗？”那位中老年男士指着马车道。第59章，互相观察。侦探，同行啊。不过，他能协助警察部门处理这么严重的案子，说明是真正的知名大侦探，至少在西维拉斯厂内部是非常有名的。连环杀人案涉及恶魔崇拜，不是应该移交给了职业者、代法者或者机械之星吗？警察部门出些助手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自己请私家侦探帮忙？连续的11起杀人案肯定已经引起轰动，西维拉斯厂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不愿意就那样煎熬的等待。克莱恩瞬间闪过了诸多想法，
表面却露出了笑容。好的，他登上了艾辛格斯坦顿雇佣来的马车，看见里面还有位气质干练的褐发年轻人。这是我的助手，脸庞消瘦、棱角分明的艾辛格介绍了一句，请坐。他没有关闭车厢的门，也未让车夫驱使马匹前进，以示自己不含恶意。克莱恩故意局促着坐下，有点不安地问道：斯坦顿先生，你想和我聊什么？艾辛格拿出一个深色的烟斗道：我想知道你们跟踪洛佩兹女士的收获。你们听到或者发现了什么？我也是一名侦探，你应该知道我们这行有保密约定。克莱恩故作为难的回答：我是代表西维拉斯厂在问你，这和保密约定无关。艾辛格用拇指摩挲着烟斗道：1磅，2磅怎么样？有了之前莫尔索事件的教训，加上确实没保密的必要，克莱恩顿时毫不犹豫的回答道：可以，好的。艾辛格微笑，从衣兜里拿出了2张1磅的纸币。克莱恩做出回忆的样子，坦然说道：我们只听见了一句话。洛佩兹女士试图派属下告诉卡平，让他最近不要再送人过来。卡平。艾辛格略显恍然地点头：我知道了，你认识卡平。克莱恩没掩饰自己的愕然。艾辛格将钞票递了过去，笑容很淡的说道：他是乔伍德区一位饱受争议的富豪，在贝克兰德经常会有天真的少女失踪在僻静无人的街道，而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也许会被偶然的发现于各个或合法或非法的妓院。大量的谣言指向卡平，认为他是满手血腥、浑身肮脏的罪犯头目，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他至今依然自由，并且认识了不少大人物。如果是真的，这家伙该死10000遍。克莱恩点了下头，叹息道：这就是鲁恩，这就是贝克兰德。斯坦顿先生，我该告辞了，谢谢你的配合。艾辛格礼貌地半起身相送。对了，你的格斗水准相当出色，也许我们以后会有合作的机会。我该怎么称呼你？夏洛克·莫里亚蒂。克莱恩简洁回答，走下了马车。等到他登上刚抵达的有轨公共马车，艾辛格斯坦顿才让助手关门，并吩咐车夫去希尔斯顿区。侧头望向窗外，这位两鬓花白的中老年绅士放好深色的烟斗，从衣兜里取出了一件黄铜饰品，握在手里缓缓摩挲。那件黄铜饰品是一本袖珍的摊开的书，中央还有只竖着的眼睛。刚才那位莫里亚蒂先生的样子和装扮有些不协调，他戴着很斯文的金边眼镜，却故意在嘴巴四周蓄着胡须，显得粗俗和野蛮，这不太符合正常的想法。如今这个时代，愿意戴金边眼镜的人往往都很在意本身的形象，有知识有气质的形象。也许他在刻意掩饰着什么，当然也可能他就是一个审美异于常人的绅士。艾辛格似自言自语，又仿佛在教导助手。此时此刻，公共马车上的克莱恩背靠箱壁，无声嘀咕道：那个艾辛格斯坦顿侦探有点问题啊，从我开灵视起，他就一直保持着理智思考的蓝色和淡漠疏离，灵性占据主导位置的紫色，很少有其他的情绪颜色浮现。对正常人来说，除非在专心致志的研究难题，否则很难保持太长时间的类似状态，必然会有其他的情绪颜色出现。区别是逗留多久的问题。要么艾辛格斯坦顿侦探就是这么一个时刻在观察和推理的奇才，天赋异禀的家伙，要么他是非凡者。分为上下两层，载着40多个乘客的有轨公共马车向着贝克兰德桥区域前行。克莱恩逐渐收回了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窗外，欣赏着街道对面2到3层的各式建筑，偶尔他还能看见5到6层高的棕色房屋，这昭示着贝克兰德最新的潮流和王国最前沿的建筑技术。换乘一次后，克莱恩抵达了铁门街，在勇敢者酒吧对面走下了马车。因为还没到酒吧最热闹的时候，他刚一进去就看见了坐在吧台位置喝酒的卡斯帕斯。这位酒糟鼻的老头要了杯列朗奇，品味着麦芽的香味和刺激喉咙的灼热，满足的眯起了眼睛。克莱恩靠拢过去，敲了下吧台，微笑问道：马里奇在吗？与此同时，他单手插兜，握住阿兹克铜哨，用灵性屏蔽着他的负面影响。而他话音未落，却突然感觉有目光扫过自己，充满审视的意味。等到他问完，那视线又移了开来，似乎望向了卡斯帕斯。脸上有巨大疤痕的老头睁眼看见是克莱恩，没好气的说道：他没来，昨天也没来。克莱恩顿时松了口气，不再用灵性包裹阿兹克铜哨。刚才我提到马里奇的时候，有人在看我。等听清楚，我是在询问马里奇的下落，
那目光又转移了。这是有人在找马里奇啊！克莱恩忍住回头观察的冲动，于心里分析着之前的异常，再结合他原本的一个疑惑，他觉得问题似乎有了大致的答案。我上周就很困惑，应该有序列5水准的保镖小姐为什么要接1000磅3天的保护任务？这不是说价格太低，而是类似层次已经能算强者，在女神教会里足以担任职业者执事或者教区主教。如果还能获得圣物的青睐，甚至可以竞争大主教和高级执事的席位。各个隐秘组织和情报机关里，序列5也意味着大区域负责人或该区域2、3号人物的身份，哪怕是野生的没组织的非凡者，有这个实力的强人也足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小组织。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保镖小姐都可以享受属下的奉献，没必要亲自接单。我当时觉得最有可能的是请到一位序列6，能在贝克朗派来的强者手下支撑一会，给我创造机会的安保人员。谁知道保镖小姐强得吓人。从今天的事情看，保镖小姐马里奇也许和我差不多，身份敏感，必须东躲西藏。他们的处境甚至可能更差，必须时刻担忧着追捕。能追捕保镖小姐，那个组织就算没有高序列强者，也肯定有圣物或者多位序列5。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也许是因为马里奇的非凡者身份曝光，被机械之星小队盯上了。想法纷呈间，克莱恩遗憾出声道：“这样啊，我还想找他打牌呢。”听到这明显不符合对方风格的话语，卡斯帕斯一下警觉，同样没去观察四周，而是笑呵呵说道：“我晚上会组织一场牌局，德州，你要参加吗？”“不，我就想现在玩到晚餐。我还是老实的回家吧。”克莱恩叹了口气，酒也没点就离开了勇敢者酒吧。他原本是打算向卡斯帕斯询问其他非凡者聚会的情报，但出了这样的状况后，他谨慎的放弃了这个想法。其实他完全可以去纸牌室等相对封闭的地方或卡斯帕斯交流相应的问题，但保险起见，他决定等下次再说。克莱恩同样没急着回家，而是去了在东区租的那个一居室，到灰雾之上进行了占卜，确认无人跟踪自己。放下心后，他在天色全黑前抵达了明斯克街，发现报箱塞满了订阅的各种报纸。今天急着出门，都没来得及看，在克拉格俱乐部练完枪，用好餐，小睡了一会，又被塔利姆拉着打了几场网球。技术不够，身体素质可以弥补。克莱恩无声咕哝了2句，开门入屋，拧动煤气闸门。他拿着那几份报纸进入客厅，坐至沙发，点燃壁灯，随意翻看起来。克莱恩最先浏览的是贝克兰德早报，并直接翻到了第5版，看见了一条广告，恩斯特商行收购货物的广告。报价分别是面粉7便士每升，黄油1苏勒每磅，猪油6便士每磅，奶油1苏勒3便士每磅，侯爵红茶茶叶8苏勒每磅。也就是说，明晚8点在老地方有非凡者聚会。开门暗号是重敲7下，轻敲1下，间隔则是6长1短，依次进行。后面的3和8没有意义。克莱恩解读出内容，往后靠住沙发背，开始期待起明晚的聚会。他要卖出部分配方，看能否买到相应的材料或物品。第60章，出手配方。周3晚上7点55分，勇敢者酒吧后巷。克莱恩根据记忆绕了一阵，终于找到了那栋灯火黑暗的房屋。他今天做了一定的伪装，穿的是灰蓝色工人制服，戴的是鸭舌帽，脸庞贴满了胡须，为的就是让别人无法将他和之前买黑蛇物品赌运气的那个家伙联系在一起。最好智慧之眼老先生和药师那个家伙也认不出我，否则一个刚靠幸运成为非凡者的新晋之人，才过了1周就能拿出好几种魔药的配方，总是能让人联想到很多，不得不怀疑。克莱恩将双手各自插入衣兜，摸到了阿兹克铜哨、普通塔罗牌和重新补足的符咒。他这件工人制服也是找裁缝做了专门改装的，有不少小口袋塞放金属小瓶，里面分别是草药粉末、纯露精华等事物。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后，克莱恩从衣服内侧掏出了那个只能遮住上半张脸孔的铁面具，初步完成了伪装。紧接着，他借助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自身的表情和身体的细微动作，改变了走路的姿态，麻痹了面部神经，务求与以往的自己有明显的区别。不过，我不清楚智慧之眼老先生是靠什么认人的，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如果我已经是无面人就好了，但要是这样，
我也没必要来参加这种低端的非凡者聚会了。克莱恩立在外面，平静了几秒，抬起右手，咚咚咚敲响了大门，七重一轻，六长一短。几乎没什么等待，门上的小木板就被无声拉开，一只眼睛浮现于后方，上下审视着来访者。2、3秒后，大门吱呀一声打开，智慧之眼的侍者将一件戴兜帽的黑色长袍递给了克莱恩。克莱恩保持着没什么表情的状态，飞快套好长袍，拉低兜帽，让阴影遮掩住面孔。往起居室走去的路上，他刻意采用了不习惯的步伐幅度，并努力消除这别扭的感觉。只有一支蜡烛的光芒轻轻摇曳的昏暗深沉的房间内，聚会成员已到了不少。克莱恩没像以前那样挑个角落的位置，而是大大方方坐到了靠近中央的高脚凳上。总之，他一切的外在表现都要与前2次不同，而这正是小丑可以在脑海内映照自身并初步控制的那种能力的擅长领域。起居室内安静沉默到近乎凝固的气氛里，时间1分1秒过去，终于，智慧之眼老先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苍老开口：“时间到了，我们开始吧，不用等迟到的朋友了。”他话音刚落，克莱恩当即沉哑着嗓音道：“我要卖魔药配方，永恒烈阳教会的序列9歌颂者和序列8奇光人，前者220磅，后者450磅，这是他思考过后最适合的方案。观众和读心者涉及心理炼金会这个在鲁温王国在贝克兰德还算活跃的隐秘组织，贸然拿出，说不定就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而永恒烈阳的教会被风暴之主的教会挡在了鲁温王国外面，相应的非凡者很少出现于贝克兰德，几乎没法做什么事情，是非常安全的选择。占卜家途径的魔药则涉及克莱恩本身，他当然不愿意就此暴露自己的特点。那么多次亲身经历和旁观见识的非凡者战斗后，他逐渐有了某种明悟，那就是高序列以下不同途径的非凡者各有特点，不会相同，也就是说各有擅长，也各有短板。而且擅长和短板都如此明显，强确实强，弱也相当弱。比如观众途径缺少正面搏斗的能力，但要是忽视他们，不自觉受到引导，那即使格斗水准和超凡技能再强，也可能出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死的情况。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明明拥有蠕动的饥饿这件神奇物品，综合战力达到了序列5，但最终还是死得莫名其妙。这里面大部分功劳归属于阿兹克的强大，但也不能忽略观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正因为高序列以下，绝大多数非凡职业特点鲜明却短板明显，肉体脆弱，所以如果能隐瞒自身擅长，并提前弄清楚敌人的情况，针对短板进行有效布置，那以弱胜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非常的极端情况下，序列9杀死序列5也是有很小概率发生的。当然，这个例子属于完美假设，实际几乎没可能发生。序列5已经能被称为强者，相应的非凡能力各有足以被称为神奇的地方，擅长可以有效遮住短板，不到序列6很难对他们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高序列以下的许多非凡者都很怕被围攻，哪怕对手全部是低于本身序列的，因为一旦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短板就会变成致命的因素。这些问题也就是牧羊人能在高序列以下排第1档的原因，他们太全面了。非凡能力如果组合和搭配的够好，几乎就不存在短板。等我晋升了序列7，有了各种魔术般的非凡能力，那就算遇上序列6，也可以正面抗衡一阵，甚至有取胜的可能。遇到序列5，也有机会逃跑。思绪纷呈间，克莱恩环顾一圈，期待着有人开口。如果歌颂者和奇光人卖不出去，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考虑观众和读心者，考虑非凡特性不灭和守恒等知识。自身途径的配方绝对不能卖，魔女途径的也不行，那会造成很多惨案，不管教唆者还是女巫，都是得主动作恶的类型。克莱恩内心略有点忐忑，但脸上却依旧没什么表情的等待着。其实我可以考虑买下。这时，脸庞胖乎乎的药师笑了一声，我可以再收个学徒，给他这2份配方，让他专门给我的草药祈求光照，完美。奢侈。他的话语打破了房间内短暂的沉凝，角落里一位兜帽拉得很低的男子明显刻意的尖锐着嗓音道：或许我可以给我的孩子，至少比我的序列强，序列9200磅，序列8400磅，如果同意就成交，能一口气拿出600磅，也是有钱啊，这都能在廷根市区买房了。克莱恩假装思考，看向别的聚会成员，观察他们的反应。
见没谁有抬价的冲动，而对方的报价也达到了自身的心理底线，克莱恩斟酌了下道：附加一个要求，你不能在这个聚会内卖这2种配方，其他地方你随意。那男子尖锐着道。好的，智慧之眼老先生做见证。克莱恩不知道该怎么证明配方是真的，又不想开口询问，暴露自身没参加几次聚会的事实，只能沉默地拉起长袍，拿出早就写好的2份魔药配方，交给了旁边的侍者。那侍者没走向角落，而是来到中央的单人沙发，将叠好的纸张交给了智慧之眼。这位老先生摊开纸张，却没有多看一眼，将它放在了旁边的小圆桌上。接着他掏出手帕，擦了擦右掌，从衣兜里取出了一枚镶嵌着诸多细碎钻石般的戒指。这戒指造型繁复而精美，中间簇拥着一颗碧绿如同眼睛的宝石。光是远远瞄了一下，克莱恩就有脑袋发胀、身体不适的感觉，和以前看见数学试卷时一样。智慧之眼老先生郑重将那枚戒指戴在了右手中指，然后闭上眼睛，仿佛在酝酿着什么。突然，那枚戒指上的碧绿宝石绽放出了灿烂的金色，阳光般的金色。智慧之眼老先生迅速侧身右手，让那枚宝石触碰到克莱恩书写的魔药配方。道道金芒越来越纯粹，最终演化成了一个印章般的投影，真实有效。智慧之眼老先生沉声宣布，旋即取下了那枚戒指，不敢多待1秒。这口吻很像公证人啊！那枚戒指就是智慧之眼老先生最好的藏品，封印物2081，他模拟出了公证人的能力。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看着，颇为眼馋。经过公证，交易迅速达成，克莱恩拿到了厚厚的一叠现金，那全是10磅面额的钞票。整整数了3遍后，他没将那些纸币凹折塞入衣兜，就那样握在掌心，等待着接下来有机会花出去。他打算先观察一阵，确认没有需要的物品再开口求购。这个时候，圆润的药师左右看了一眼道：我带来了几支镇静剂，真带来了，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为了区别于以往，克莱恩只能假装不在，喊了好几声，见没人回应，药师嘟囔道：那家伙这次没来，也许他死在了哪里，谢谢你的祝福，不过你没能认出我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克莱恩稍微松了口气，药师又习惯性的求购了一遍精灵之泉的水质结晶，可依然没有收获。等到他暂时闭上嘴巴，一名脸庞全被兜帽阴影遮掩，脚旁放着2个盒子的女士开口说道：唯有2件具备非凡效果的武器，这是上次卖符文钢剑的那位女士吧？占卜家的灵性直觉告诉我是，她又有2件类似的武器了。她背后是超凡者军火集团吧？也许她背后有一位工匠，又被称为机械专家的通识者途径序列6工匠。克莱恩颇为期待地望了过去，他答应的是给太阳一件价值500到700磅，能有效提高对方战力的非凡武器，并没有承诺具体的类型和特点，所以等等只要差不多，凑合着能用就可以买下。反正太阳不会挑剔，